Hey, Yinbin. 2024年，韩国最新电影《犯罪都市4》终于震撼来袭，一拳超人马东锡携首尔广搜队重磅回归，与最帅反派金武烈继恶人传之后互换角色，上演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跨国警匪较量。话不多说，正片走起。在2018年菲律宾的一处街头上，一名浑身是血的男人正在逃避追杀，他四处拍打门窗，疯狂求救，可一路上根本没有人理会。眼看3个杀手马上就要逼近，这时一辆警车恰好出现，男人立刻像看到了救星一样，他向警察表示自己遭到了绑架，手上还有对方的犯罪证据。可就在警察准备上前盘问时，一辆黑色越野车突然赶到现场。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? Stop! Please! Stop! 就这样好不容易逃出来的男人，最终还是领了盒饭。存有犯罪证据的 U 盘也被黑衣男收了回去。1周后的韩国首尔，2名毒贩正在进行毒品交易，他们把毒品偷偷塞进墙缝，等待买家过来取货。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，没想到警察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，2名毒贩被抓了个现行。此时买家恰好过来取货，见此情形，他毫不犹豫地驾车逃跑。可即便他把油门踩到了底，摩托车却始终纹丝不动。结果正如你们所料，来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怪物刑警东哥。是东哥。通过这几个人的交代，东哥带队找到了一个毒品散货的窝点，趁里面的毒贩不注意，他们迅速撬开房门冲进屋里，可没想到对方却早有防备，用一道钢门将外面隔绝开来。毒贩们趁机开始快速销毁毒品，情急之下，东哥只好暴力拆门。只见他双手抓住钢门不停地摇晃，墙上的螺丝很快便开始松动，仅仅用了不到10秒钟，整个钢门就被东哥徒手给卸了下来。众人立马冲进屋里，和毒贩们展开激烈的厮杀。새끼가 이게 얼마나 위험한 건 줄 알아? 在经过一轮简单的热身运动过后，东哥小队很快便搞定了这群毒贩。随后众人开始清理现场，通过查获的手机，他们发现这群毒贩一直在利用一个新型交易软件销售毒品。东哥立马让人去调查软件的开发者，当天晚上队友便带来了调查结果。原来开发这项软件的人名叫赵成宰，是一名毕业于首尔大学的程序员，半年前因偷渡出国务宫后失联，可是就在上周，他被发现死在了菲律宾，现在尸体刚刚被运回韩国。而这个赵成宰不是别人，正是开篇那个被黑衣男杀死的男人。通过法医鉴定发现，死者的体重远低于正常人，且身上伴有大面积的淤青和钝挫伤，所以法医推断死者在生前应该遭受了长期的虐待折磨。尽管菲律宾警方声称赵成宰是在遭遇抢劫后遇害，但东哥并不相信这帮飞猴子的鬼话。从鉴定科出来后，赵成宰的母亲恰好也来到了这里，看到对方痛心疾首的样子，东哥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他只能表示自己会尽全力找出凶手，随后便离开了。可仅仅过了1夜，东哥就接到一个噩耗，赵成宰的母亲自杀了。他在死前给东哥留了一张字条，请求他一定要将凶手绳之以法。看着眼前的场景，东哥顿时坚定了查清真相的决心。与此同时，菲律宾这边，黑衣男发现当地开设了一家新的线上赌场，他立刻让手下准备车子出发。原来黑衣男名叫白昌奇，在菲律宾运营着一个叫皇家赌场的赌博网站。虽然他名义上是这家网站的老板，但实际上真正幕后主使是一个叫张代表的韩国商人。张代表掌管着网站交易的所有权限和账户，利用服装外贸生意为掩盖进行洗钱，然后定期给白昌奇支付运营费用。由于白昌奇是雇佣兵出身，所以他的做事风格既简单又粗暴。只要在他的地盘上发现新的线上赌场，他立马带上小弟赶到对方的窝点，用极端暴力的手段惩治这些竞争者。헐. 아이고. 在解决掉所有人员后，白昌奇会抢走对方的数据硬盘，将他们的会员全部转移到自己的网站上。这次行动让他又新增了30万会员。他立刻打电话给张代表，
希望对方支付这些会员的费用。张代表听后顿时喜出望外，但是钱如命的他嘴上答应的好好的，在挂断电话后却并没有履行承诺，因为随着白长启手上会员的数量越来越多，张代表不想再支付日益高涨的运营费，他私下里偷偷找到韩国青龙帮的前社长，试图让他来取代白长启合伙人的位置。可殊不知，正是因为这个贪心的想法，让张代表一步步走向了毁灭的深渊。另一边，为了从赵成宰身上挖出更多线索，东哥向网搜科借调了2名网络专员，通过破解赵成宰云端账号的密码，专员们果然有了新的发现。他们查到赵成宰曾设计过一个赌博网站，这个网站正是白长启运营的皇家赌场。可想要登录这个网站，需要提前充值才能进行注册，这让经费紧张的广搜队一时没了办法。不过这根本难不倒东哥，他当即带人来到一家黑帮管理的夜总会。此时2个黑帮老大正在这里谈判，门口的几个小弟本想上前阻拦东哥，结果自然可想而知。2个老大看到东哥就像见了活爹一样，纷纷表示这些小弟都是新来的，不懂规矩。东哥也没有和他们过多计较。在得知2人因为地盘纠纷争吵后，东哥还主动充当了和事佬，让他们2人当场和解，否则就将他们全部带回警局。2个老大听后立马头碰头，相互道歉。看到双方已经达成和解，东哥就此进入了主题。그리고 합의했으니까 자, 합의금 내. 너 3장, 너 5장. 아니 이 새끼는 셋 나는 5. 왜요? 궁금해? 예. 그럼 2장 더 내. 알려줄게. 궁금해? 그럴 리가요. 응. 잘 갖고 와. 就这样，赌场的注册资金被东哥轻松搞定。可队友们在登录了网站后，除了把钱输了个精光，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找到。新来的2个网络专员表示，如果能知道线上赌场的人员和构成，那么或许能找到可行的调查方向。这让东哥瞬间想到了一个老熟人，那便是曾经经营过赌场的黑老大老张。然而许久不见的老张早已今非昔比，如今的他不仅开上豪车，抱上美女，还在市中心开了好几家游戏厅。为了掏空客人的腰包，他让手下偷偷修改游戏参数，把所有机器都调成无法达到上限。可就在老张对新店进行视察时，门外居然有人玩起了他的跑车。 어떤 개새끼가 내 차 건드리니? 너 누구야? 当东哥回头的那一刻，老张不由得下身一紧，一种莫名的痛感瞬间破壳而出。好在东哥并没有让他当众弹来，见周围都是最新款的游戏机，东哥索性也想过过手瘾。可明明已经调好参数上线的机器，硬是被他打出了最大峰值，这让东哥也不禁感到疑惑。 양심은 있네? 미안하다, 오해해서. 어? 야, 너 같이 좀 가야 돼. 따라와. 眼看东哥的武力值越来越变态，老张只好乖乖跟着他前往了警局。当得知在调查皇家赌场时，老张立马提供了关键线索。原来他也曾在菲律宾开过线上赌博网站，但很快就被这个皇家赌场给剿灭了，差点把自己的命都搭在那里。老张说，虽然他并不认识网站的负责人，但他知道这个网站代理人的位置。为了引出对方的代理人，老张和女专员假装情侣前往了一家地下赌场。在赌桌上，老张一顿胡乱操作，把刚刚换来的赌资瞬间输得一干二净。如此又豪又傻的举动，果然成功吸引了代理人的注意。代理人把老张带到一个房间，向他介绍了皇家赌场的网站，这让老张顿时兴奋不已。没想到一上来就找到目标人物，他赶忙向东哥汇报情况。 아 형사 괜찮아? 아이씨. 好在众人早已将赌场团团包围，在东哥的强力重拳之下，代理人被成功制服。随后通过对他进行现场审讯，代理人乖乖交代了自己的上限。此人正是为张代表洗钱的服装厂金老板。广搜队立刻对他实施抓捕行动。尽管金老板熟悉厂区环境，在抓捕时一路疯狂逃窜，但最终他还是被东哥提前预判，直接来了个自投罗网。 차가 왜 여기 있지? 뭔가 이유가 있지 않겠냐? 然而，对金老板的审讯工作并不顺利。这家伙不但什么都不说，还一直嚷嚷着要找律师。东哥警告他不要做任何幻想，如果12个小时内不交代情况，那么就等着在真实房间见。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此时白长奇居然从菲律宾来到了韩国。原来他迟迟没有拿到应有的分红，于是决定亲自找张代表上门要账。为了给对方一个事先警告，白长奇直接做掉了张代表的财务顾问，以此彰显自己要账的决心。这让张代表也顿感意外，但他并没有因此害怕，毕竟自己掌握着赌场的交易权限。面对白长奇的付款要求，他以公司上市筹集资金为由继续推脱，谎称如果能够上市成功，那么他会拿出10%的股份补偿给白长奇。要知道，相比于开设非法的线上赌场，在股市上割韭菜才是持久的敛财之道。在一番激情洗脑过后，贪财好利的白长奇果然信以为真，而且为了帮张代表除掉后患，他甚至亲自出马，
故意点了数十份外卖，在同一时间送到警局。趁着屋里人员一片混乱，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审讯室，二话不说，直接将金老板送去了西天。等看管人员回来后，现场只剩下一具血淋淋的尸体。可就在白昌祺为张代表处理麻烦时，张代表却在背后搞起了小动作。他故意将财务顾问的尸体扔进集装箱，想要借助警方的力量将白昌祺彻底铲除。果然，第二天，海关人员就在集装箱里发现了尸体。法医告诉东哥，这个死者和赵成宰的死法极为相似。根据尸体上刀伤的大小和深度，他猜测大概率是同一人所为。很快，队友也查到死者是张代表财务顾问的身份。东哥立刻带人赶往张代表的公司了解情况。与此同时，白昌祺也看到了新闻上的报道。尽管张代表在电话里一再解释，说是自己的员工疏忽大意，没有处理好尸体，但白昌祺还是决定要当面问个清楚。可他刚来到张代表的公司大楼，没想到竟然在电梯口遇到了东哥。虽然两人是第一次见面，但相互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场，让双方都感觉对方绝不简单。为了掩盖自己的来意，白昌祺特意没有前往张代表所在的最顶层。他带着手下在19楼提前下了电梯，可这还是引起了东哥的怀疑。他和队友一起跟了上去，两人进入男女厕所分头查看情况。倒霉的队友抽到了下签，在男厕所碰到了白昌祺。他本想查看对方的身份证，结果白昌祺直接掏出了匕首。队友见状赶忙仓皇应对，嘴里不停地向东哥大声求救。但此时东哥这边也难以抽身，因为白昌祺的手下同样抽到了下签。尽管东哥很快将他打趴在地，可这时另一个手下又接踵而至，没办法，东哥只好连轴再战。虽然对方还是被东哥秒杀的局面，但东哥也因此错过了营救队友的最佳时间。就在白昌祺准备用匕首收割之时，一个保洁大姐突然走了进来，这让白昌祺立马改变了主意。他将大姐作为人质来到东哥面前，东哥见状不得不停手认死。 야야 하지마 하지마. 꽉 먹고 있어야 돼. 야 잠깐만. 야야. 피 많이 날 거야. 야야 안돼. 야 씨발. 最终为了救下被刺伤的大姐，东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白昌祺离开。好在因为抢救及时，队友和大姐并没有生命危险。回到警局后，通过对被抓的手下进行审问，东哥终于得知今天遇到的人叫白昌祺，而此人正是皇家赌场的运营者。眼看真凶已经浮出水面，可关键时刻，副局长却叫停了东哥的行动。因为接二连三爆发恶性杀人事件，警局高层们对此极为不爽。为了平息社会舆论的压力，副局长只好让东哥出来顶雷，不仅责令他停职反省1周，还把调查工作转给了其他组。看着赵承宰母亲留下的字条，东哥的内心五味杂陈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否完成未尽的责任。此时恰好遇到几个混混在街上闹事，正愁没处泄火的东哥愤然走上前，二话不说将混混们一顿暴揍。好在被队友们及时拦住，几个混混这才保住了性命。另一边，张代表见警方迟迟没有行动，他只好请青龙帮的全社长出手。趁白昌祺和手下回到酒店时，全社长带着众小弟杀了进来，房间里瞬间展开一场惨烈的厮杀。尽管全社长这边占据人数上的优势，但面对常年在海外当雇佣兵的白昌祺和他的手下，几个黑道混混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没过多久，众小弟就全部被斩杀殆尽，只剩下全社长一人苟延残喘的活了下来。不过白昌祺并没有杀他，反而给了他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。与此同时，被停职的东哥在办公室想了一夜，看着纸巾和上菲律宾的旅游图案，东哥立马想到了一个复职的办法。第二天一早，趁高层们召开例会时，东哥冒着被开除的风险闯了进去。他跪在地上请求局长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并当着所有人的面立下军令状，承诺自己不仅能在3天内抓到凶手，还能捣毁一个近100人的境外非法组织。局长一听，顿时眼前一亮，在极具诱惑的政绩观驱使之下，他果然力排众议恢复了东哥的职务。有了局长的支持后，东哥立马开始实施行动计划。他将队员们分成2组，一组去菲律宾负责捣毁皇家赌场的窝点，另一组在国内抓捕匪首白昌祺。为了找出赌场的人员和位置，东哥打算来一个钓鱼执法，让人假装去菲律宾开设新赌场，等待对方的人主动上门。而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，莫过于曾经开过赌场的老张。可老张听到又要帮东哥做事，有前车之鉴的他当即就拒绝了。 아니 우리 사이에 뭐 그런 게 필요하냐? 우리 사이가 뭔데? 칭兄弟 하이민상장. 아무리 피를 나는 형제라도 동거래는 정확해야 된다 이 말이라고. 然而东哥对此早有准备，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徽章，上面写着 FDA。东哥解释这是发给秘密刑警的特有徽章，全韩国一共也不超过10个，只有在侦破大案要案时，国家才会给有特殊贡献的人颁发此章。拥有这个徽章的人，不仅可以自动进入警察的序列，而且还享有和一级警监同样的待遇。老张一听这话，立马来了精神，没想到自己一个街头混混，居然有朝一日成为国家的公务员。兴奋的他立刻跟着东哥来到警局。 随后，在东哥的部署下，老张带着一队人员前往了菲律宾。作为混迹博彩业多年的老油条，老张对如何开设赌场简直轻车熟路。仅仅用了不到1天时间，一个全新的线上赌场就架设完毕。在网络专员的配合下，新赌场的会员数量猛增，很快就成功引起白昌祺手下的注意。手下立马打电话向白昌祺请示，在得到允许剿灭的命令后，小弟们迅速驾车出发。可当他们冲进赌场时，
发现里面竟然空无一人。紧接着，数十颗烟雾弹扔到他们脚下，在当地警方的合力配合下，首尔广搜队成功将这伙人抓获。老张更是在解救美女荷官时立下大功。随后，他们又赶到皇家赌场的老巢，将近100名犯罪分子一窝端掉。此时，韩国这边，东哥带人开始全程抓捕白昌祺。可当他来到张代表的公司时，发现这里全是青龙帮的人。在经过东哥一番文明执法过后，全社长不得不乖乖交代实情。原来就在刚刚，他按照白昌祺的要求，把张代表引到了一家工厂，在那里，张代表被白昌祺残忍杀害，10根手指也被活生生割了下来。随后，他们一起来到张代表的公司，用割断的手指指纹打开了保险库。白昌祺拿走了里面的数据硬盘，将剩余数十亿现金全部留给了全社长。看来那些硬盘一定储存着赌场交易的数据。东哥立刻让同事查询所有出境乘客的信息，果然在一架飞往马尼拉的航班上，同事发现了白昌祺的登机记录，但飞机还有15分钟就要起飞了。得知情况的东哥猛踩油门，像疯了一样的朝机场狂奔。与此同时，同事也赶忙与机组取得了联系。总算在飞机起飞之前，东哥及时赶到了现场。他一上去就亮明自己的身份，让所有乘客都起身离开。白昌祺和手下还想浑水摸鱼，结果被东哥直接拦在了原地。一场大佬间的终极对决就此开始了。 야, 내가 경찰이라 사람을 진짜 세게 때리진 않거든, 죽을까봐. 근데 너는 안 되겠다. 내가 편하게 할게. 나한테 잼 받으려고?就这样，东哥再次成功破获一起跨国大案。喜欢收拾残局的队长带着队员们姗姗来迟，空姐请他上飞机查看一下现场情况，因为头等舱遭受了严重损坏，机组希望警方能承担后续的赔偿事宜。随后，无论队长在下面如何大声呼喊，心虚的东哥只能头也不回的匆匆离去。由于这次案件抓捕了上百名罪犯，警方在媒体面前终于扬眉吐气一回，东哥也因此完成了对受害者家属许下的诺言。可唯独有一个人永远都不会再相信东哥的话了，那就是拿了特殊警徽的老张。他本以为自己成了警察，开着跑车在城市里一路狂飙，完全无视路上的红绿灯，很快便被交警给拦了下来。但老张一点也不慌，他向对方出示了特殊警徽，说自己是一名秘密刑警，和一级警监同级。结果自然可想而知，交警命令他赶紧下车，并以冒充警察罪名要逮捕他。原来 FDA 代表的是美国食品医药局，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刑警的徽章。就这样，倒霉的老张再一次被东哥给耍了。블랙요원 무슨 일이야? 이 개새끼가 날 가지고 놀아? 폴리스는 F가 아니고